此刻，玄阳子拿到了布袋，找了个安静的地方，迫不及待地打开了。符呢？师傅，我们是不是被他诓了呀？唐时锦，大理寺羁押凶犯，先人避让。听说大理寺这次抓的是个江洋大盗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这回总算是落网了。可不是，听闻大理寺的少卿大人今年才15岁，果真是年少有为啊！再看看我们家这个只会混吃等死的混小子，还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呐！是啊，少卿大人年轻有为啊！死人必死。他是杀人犯，当然会死。你是唐时锦？这位小大人面相清正，有无取心必有，官运亨通。小大人算卦吗？10两银子一卦，不灵不要钱。你不认识我？你是？也对，你没见过我。我抓人刚回来，我是唐逆。哦，就是我那个便宜弟弟啊。你说谁是便宜弟弟？没。听说你挑拨父亲母亲和离，还有祖母受伤全赖你。不，阿娘不是和离，是休夫。至于唐老太君，我治好了他的腿，你如果孝顺呢，应该跟我说声谢谢。这个三姐姐似乎有点意思。哎，大人，你是不是该去书院向先生报备你回京了呀？用得着你多话，给我好好盯着囚车去。一条巷道外站着2个道士。你去将那袋子捡过来。师傅。去，有为师在，你怕什么呀？师傅，你要是不怕，自己怎么不去捡？师傅，好像是空的。莫非连玄阳子都不是唐时锦的对手？师傅，那唐姑娘如此厉害，咱们还是不要觊觎她的福了吧？瞎说什么呀？什么叫做觊觎？修道之人本来就不该这么自私，大家干的全部都是除魔卫道之事，难道不应该拿出来分享一下吗？好像说得很对的样子，他竟无法反驳。若是我能得一张五雷符，我再照着画，兴许我也能画出五雷符来啊。可是师傅连招魂符都画不好。闭嘴！为师画不好，但为师至少画出来了。你敢质疑为师？徒儿不敢。他得再想想法子，把唐时锦的符箓都弄到手。小锦出门在外，还想着给我们带好吃的。你再瞧瞧你，整日不着家，阿娘算是指望不上你了。阿娘，不是你亲生的吗？你要不是我亲生的，我早将你赶了出去。他严重怀疑他是阿娘从哪个犄角旮旯里捡回来的。今日我遇到了唐逆。四弟，他回京了？啊，押了个凶犯回来。我们与四弟不便来往了。怎就不便来往了？唐逆是唐逆，唐府是唐府，你们仍旧是兄弟姐妹，除非唐逆不认你们，那便不来往。令姨，阿娘以往教你守规矩，谨言慎行，如今阿娘要告诉你，有时候可以不必那么守规矩。阿娘希望你们都能活得自在，不违逆本心的活着。是，女儿记下了。阿娘果然深明大义。你见过唐时锦了？忤逆不孝的东西，你可别学他。可他不是治好了祖母的腿吗？你可知，他要了你父亲足足3万两银子，就2张符而已，他便如此讹你父亲。但他毕竟治好了您的腿，3万两银子倒也花得值。我是他祖母，他姓唐，难道不是他该做的吗？祖母让我入学听课，难道不知做人要明辨是非，知恩图报的道理吗？你这是什么话？难不成还要我去向他道谢，对他感恩戴德？即便不感恩戴德，也不该如此说他才是。哼，该感恩戴德的是他，若无唐家，哪来的他？可唐家并未养育过他，又何来的恩呢？你听听，你说的这叫什么话？好，就算唐家没养育过那个孽障，那你大姐和二哥呢？难道唐家也没有生养过他们？祖母一口一个孽障，换作是我也得断绝关系，并且治腿的3万两银子还要少了，应该多要些。而且魏氏是大姐和二哥的亲娘，跟着自己亲娘哪有什么亲疏不分，分明就是分得很清楚，说明魏氏对大姐与二哥来说比唐家更重要。祖母只知一味的怨恨大姐他们有什么用？怎么不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？祖母息怒，母亲既然已经离开了唐家，您老人家就不要说她的不是了吧。横竖大姐他们现在也碍不着您的眼了，您心境平和，方能长命百岁啊。混小子，明明不是魏氏亲生的，也不知道怎么就那般向着魏氏。这天，魏氏拿着底下送来的账册，有些发愁。阿娘可是遇到了什么难处？倒也不是难处，阿娘有个铺子生意不好，亏了本儿，
阿娘在想，是关门还是改做别的生意。铺子？不如阿娘把铺子租给我吧，我付阿娘租金。跟阿娘还说什么租不租的，你想要拿去便是。只不过小景是想做生意吗？我想开个挂店。什么？挂店呢？卖符算卦，店名我都想好了，就叫不灵不要钱。啊，这间铺子在西街那边偏僻了些，小景要开店，阿娘在东街找个条件更好的铺子给你。东街人气旺，客源好，就要阿娘亏本的那个，我去改改风水，就算再偏僻也能生意兴隆。而且酒香不怕巷子深，越是偏僻，对挂店反而越是有利呢。那便依你。夫人，小姐，四公子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母亲，回来就好。你这身上是怎么回事？受伤了吗？母亲不必担心，这不是我的血。阿娘别碰他。只见唐诗锦抬手祭出一张清洗符，同时他往符箓上注入了一丝灵气，消除了他身上沾的怨气。这是变戏法吗？你把晦气带进了魏家。是我唐突了，母亲莫怪。好啦，有小景在，任他什么晦气都进不了我们的身。你此番回京瞧着瘦了些，等会儿在家里用过饭再走吧。这个便宜弟弟要倒霉了。我准备开个店，算卦保平安，欢迎你光临啊。自己像是一头待宰的羔羊。二哥在吗？我是来找二哥的。找我做什么？想请你帮我写篇文章应付先生。嘿，你干脆让我帮你读书算了。那再好不过。唐玉言瞪了他一眼。拜托二哥了，记得要模仿我的笔记，免得叫先生看出来又要唠叨我。我答应你了吗？母亲，饭就不吃了，大理寺还有公务，儿子就先告退了。等等，买符吗？可护身挡灾，10两银子一张，不灵不要钱。自家人的钱你也赚？亲姐弟也得明算账啊。哎，我不信鬼神，你留着二哥买吧。三妹妹，四弟是不是最近运势不太好啊？我问了他，他说不要的。所以倒霉蛋儿要倒霉了。深夜的刑场阴森诡异，空无一人。你是在找你的头吗？他抬手露出个头颅来。想要头吗？跟我走吧。阴魂伸手分离，顺着声音往黑影这边晃过来。黑影五指一抓，便将这具没有头的阴魂捏在了手心。穷凶极恶的杀人犯才是最适合养成恶鬼刺客的呀。清晨，唐玉言正要出门当值。二哥，男孩子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，拿这个给你，拿着防身。三妹妹，不会我运势也低吧？二哥不必担心，有我呢。等我领了俸禄都给三妹妹。最近京城出了几桩命案，三妹妹出门也要当心。我会的。二哥有空多关注一下唐丽那个倒霉蛋吧。这世上哪来的狐妖？一群酒囊饭袋，不好好查案就知道推卸责任。这些死者确实死得奇怪，死者死前情绪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，而且都有鱼水之欢。要不是心脏被掏空，看上去就像是办那事儿时爽死的。大人看了许久，先歇一歇吧。不是谁都像大人这般认真办案的呀。大人，礼部唐大人来了。二哥来了。猛地抽出一把匕首，刺向唐逆。唐逆，我说过你会死在我手里。这笑声像极了那个凶犯。四弟，你怎么样？死不了。他当即从怀中掏出唐诗锦给的符，朝那诡异的锦衣卫扔了过去。唐逆，受死吧！化作一团阴煞的黑气朝唐逆逼去。二哥，你让开！就在黑气要击中唐玉言的时候，又一道金光打来。我兄长你也敢动？四妹妹，四弟中刀了，你要小心。放心吧，暂时死不了。原来这世上真的有鬼啊！臭娘们儿，你是什么人，也敢阻拦我报仇？你生前便是作恶多端之徒，死后该入恶鬼的。这片区的阴差是怎么办事的？居然放你在阳间作乱！别以为你成了厉鬼就能在我面前蹦跶，惹到我便让你灰飞烟灭，连鬼都做不成。好大的口气！老子倒要看看你这臭娘们有什么本事！等我撕了你，再吞了你的魂魄，看你还敢不敢在老子面前说大话！哼，普雷符！轰隆一声，黑气就已经消失了。
怎么回事？怎么会突然打雷？找大夫。是。三妹妹，刚才那恶鬼消失了吗？没有。三妹妹不是说过，天雷下再厉害的鬼都会被劈得魂飞魄散吗？确实如此，可刚才那个无头鬼，在天雷劈下来之前被人救走了。这么说，厉鬼还在，四弟今日被他所伤，他便是附在四弟身边之人的身上，如此岂不是防不胜防？那无头鬼应该是被人操控了，不然不会被人救走。唐逆砍了他的头，不杀唐逆，他是咽不下这口气的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凉拌。你想要除了他，要么劈了他，要么封印他。如何封印？方才有人在天雷下救走恶鬼，说明对方也是个懂道法的，且道法说不定不在三妹妹之下。找到其肉身，再找一个与之同等的凶煞之物压关，辅以镇魂钉，便可将其魂魄镇压在肉身里。好，我们这就去跟四弟说，也不知道他伤势怎么样，流了那么多血。唐诗锦也跟着去了。四弟，三妹妹刚才说要找到那厉鬼的肉身才能除了他。唐逆欲言又止地看了眼唐诗锦，早让你买符你不听，这下知道厉害了吧？二哥，你是懂得补刀的。唐师姐，你还有符吗？叫姐。阿姐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阿姐还有符吗？我买。护身符10两银子，但看你说想开店之后的第一个顾客呢，我给你2张，只收你1张的钱，剩下的1张你可以给你身边信任的人，这样就不会出现刚才的事了。多谢阿姐，银子等我回家后给你。不着急，你的节还没过呢，你应该还会找我的。七杀虎的尸体呢？回大人，七杀虎的尸体是下面的人处理的，许是丢去了乱葬岗。派人将尸体找回来。是。还等等，乱葬岗阴气重，我这有护身符，可以给兄弟们带在身上，避免阴气近身。多谢姑娘。10两银子1张，买的多可以打8折。不是说是给他们的吗？二哥，阿姐很缺钱吗？他不缺钱，他是喜欢赚钱。卑职罪该万死，请大人治罪。他竟然刺伤了大人。不是你的错，你只是被厉鬼利用了。这张符你带在身上，不可取下。谢大人。与此同时，一间光线阴暗的房间里，打坐的男人赫然睁开双眼。天雷！定睛一看，他还没死，下一秒他就被人擒住了魂魄。饶命！你胆敢擅自去找唐逆，莫不是真以为你成为了凶煞无敌了？不，饶命！我没想到那娘们那么厉害。你还敢狡辩？那人一把甩开了无头鬼，将他狠狠地摔在墙上。无头鬼惨叫一声。我告诉你，他不是你能碰的人，再有下次无需他出手，我先结果了你。你认识那女的？不该你问的别多问，否则我现在就捏死你。这个将他从刑场带回来的人究竟是谁？那丫头道法是越发精进了，召来的天雷威力极强，他险些没得手。别杀我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为你妈属实战。去找太子，他府中有大量的阴气可以供养你，能够让你藏身。是。大理寺一点线索都没有，陛下祸水东移，拿百姓的命来给主子施压，真不要脸。萧燕抬眸看他一眼，高峰自觉默默地闭上了嘴巴。狐妖所为。主子，认真的，外面留言说是狐妖吃人心肝，主子也这么认为？得找阿锦帮忙。专挑年轻俊朗的男子下手，莫不是真乃狐妖杀人？也不知道19王爷能不能抓到凶手。二哥，你说什么？陛下让大理寺将此案移交给19王爷查办，限期半个月。半个月？以那狐妖杀人的频率，应该还会有受害者。三妹妹是说，真的是狐妖吃人心肝？这世上真的有妖吗？我没说啊，不是你们说狐妖吃人吗？不过会吃人的可不一定是妖，有时候人心比妖鬼可怕多了。这短短半个月颠覆了他过往15年的认知。这案子会不会是那恶鬼所为？我觉得不是。为什么？无头鬼是男的，虽然他死了，但并不能改变他的性别啊。他应该不喜欢男人。我定是将那恶鬼影响了思绪。叫你多读点书，你非得逃课，这不就闹笑话了？如今案子交给19王爷查办，你有空闲便乖乖回去读书吧。说来二哥也有错，不该帮你写文章作弊，以后别找我了。最后无语的被这对哥哥姐姐气走了。
王爷是为了掏心案来的？正是，阿锦道法高，本王想请阿锦帮忙。既然王爷来了，想必也用不上我了。稍后还劳烦王爷将我三妹妹平安无事的送回去。自然。尸体都停在殓房，唐诗锦站在尸体前，指尖祭出一张符箓，点在受害人眉心，便能查探受害人死前最后一点记忆。果然，他们的精魂都没了，心脏的窟窿上也有残留的邪气，凶手应该是某种阴煞之物。本王看过卷宗，他们的八字皆属阳。不错，有些邪物吸食八字属阳者的精魂，能大大提升修为。本王的八字亦属阳。你不行。为何不行？你威名赫赫，虽说你八字至阳，命格也缺失了。就算邪物想吸食你的精魂，但我想养邪物的人也不敢靠近你。那便再另外找一个儿。唐诗锦点点头。阿锦，为什么想帮我？大概是因为我拿你当兄弟啊。我知道你说过不想跟我做兄弟，那就付钱吧，就当你请我帮你抓邪物。阿锦，原来你在这儿，快跟我走，有人等着你去救呢。好好说话，别动手动脚。皇叔，我家闹鬼了，您能先别吃醋了吗？让阿锦跟我去抓鬼要紧啊。阿锦也是你叫的。小锦行了吧？皇叔，你能不能先让小锦跟我去救人去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先说说，是你撞鬼了吗？不是我，是欣然。欣然病了，他说有鬼缠着他，可是我跟父王并未见着。王爷，他八字属阳。那便他吧。皇叔，你们在打什么哑谜呢？你立功的机会到了。皇叔抬举我了，谁不知道我无所事事，就只知道混吃等死啊。萧世子啊，好好表现，我去救郡主。我答应什么了吗？崇王府。三小姐，你来了。郡主怎么样？尚未醒来。唐诗锦掏出一张安魂符，融在郡主的眉眼之间。欣然没事吧？郡主只是被吓得神魂不稳，我给她用了安魂符，暂且没事。有劳了。郡主是怎么撞鬼的？本王不知，本王对他们兄妹向来疏于管教，不想欣然竟会出事。我没事，父王不必担心。你要是再不来，就没有舅母了。还有力气开玩笑，证明没什么事儿。你撞鬼之前碰到过什么东西？发生过什么事？或者遇到过什么人？我没碰过什么东西，也没遇到过什么人。你得跟我说实话，我才知道要怎么帮你啊。我见过你舅舅。没了。没了。会不会是魏将军？我舅舅是不会害人的。哼，一个老男人也不知道有什么令人着迷的，迷得他三魂不见七窍。说完，崇王一摆衣袖就走了。我父王没有不同意的意思，小姐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不必同我解释，崇王同不同意那是你们父女之间的事，但你这一劫吧，确实与我舅舅有因果。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舅舅也会出事？不会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帮我抓鬼啊？晚上吧，白天你可以再养养精神。你的脸色现在跟鬼也差不了多少了。什么？你是说本郡主现在很丑？哎呀，我怎么能不梳妆呢？备水，我要沐浴更衣。郡主，稍后你让人去魏家替我送个口信，就说我今夜要帮你捉鬼，不回去了。行，包在本郡主身上。沐浴更衣之后，欣然郡主感觉浑身轻松了不少。那你去魏家，务必要把这些东西都送给魏夫人，就说小锦帮我捉鬼，这些是答谢她的，记住了，态度一定要好。奴婢记下了。入夜，欣然睡在床上，听见幽怨的哭声，她猛地睁开眼。本郡主才不怕你，你有本事给我滚出来，不要只躲在暗处吓人。郡主真的不怕我吗？一张放大的鬼脸出现在欣然郡主面前。郡主，我在江边好孤单呢，你能下来陪陪我吗？下一秒就被唐诗锦像甩大饼一样转着圈的摔打起来。救命！别打了，我不敢了，饶命啊！我问你，为什么要来纠缠郡主？我太可怜了。闭嘴！再哭，割了你的舌头。说，为什么缠着郡主？是有人让我来的，那人告诉我，只要郡主死了，我就能得到她的肉身。什么？是谁让你来害本郡主的？敢再那么盯着本郡主看，本郡主让小景挖了你的眼珠子！别闹了，你此刻能看见鬼，
那是你被鬼缠，阳气弱了，你还想打他呢？你不是也能打他吗？哦，那你打吧。欣然郡主败下阵来，说是什么人让你来害本郡主的？我不知道，不说就让你灰飞烟灭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没见过那女子。女子？指使你的是个女的？你最好说实话，否则小锦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哭爹喊娘。我没瞧见她的脸，只记得看身形是个女子，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啊。鬼话连篇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是真的。我知道的我都说了，大师能放我走了吗？你想得美，小锦，收了他。确实如此，动了害人心思的鬼不能留。小锦，郡主怎么样了？鬼已经收服了，郡主无事。你老实跟阿娘说，欣然郡主找上你，究竟在打什么主意？就是阿娘想的那样，欣然郡主想做你嫂嫂。啊？她可知你舅舅比她大了20岁？她知道啊，而且她不介意。回头你帮阿娘将这些礼物都还给郡主吧，无功不受禄。阿娘，郡主这是收买你呢，你收下便是。收买谁？看来舅舅最近很不顺心。兄长回来了，可见到白家姑娘了？他不见我，这桩婚事还是作罢了。3年前白家姑娘诚要为母守孝，如今孝期已过，她竟然还百般推辞啊！若不是要等白家姑娘，他兄长何至于到这个年岁还没娶亲？我看那白家姑娘就是没瞧上兄长，当真是没眼光。别胡说。兄长，你不了解女人，若她有意与你结亲，不会这么拖着你。横竖这亲事当年也没具体定下，白家既不乐意，黄了也罢，我兄长又不是没人要。刘伯，将我与白家姑娘的婚书找出来，送去白家，严明退亲一事，此后各不相干。是，老奴这便去。舅舅，婚书我能看一眼吗？婚书上只有舅舅一个人的手印儿。当年要定亲时，恰逢白家主母过世，白英要为母守孝，都等不起按这手印儿，这一耽搁就是3年。舅舅与白家姑娘确实没缘分，舅舅会有更好的姻缘的。那我这里有张姻缘符，送给舅舅吧。魏雨泽没接，魏氏一把接过，塞到魏雨泽手里。兄长不必不好意思，小锦的符最是灵验。小锦，小锦快来！春风楼新来了一批小官，听说个个都长得水灵灵的。为了谢你救了本郡主，今日啊，我便带你去开开眼。找小官？哎呦，放心，都是清官，人家卖艺不卖身的。不过你若是有合眼缘的，找卖身的官也不是不行。郡主还会找小官？你舅舅最近闭门羹，吃饱了吗？哟，吃醋啦？不过是觉得你舅舅又笨又不识趣罢了，人家这是给他下马威呢，他还眼巴巴的送上门去。我舅舅又蠢又笨又不识趣，你还惦记他做什么？他既不如小官水灵，又不如小官会讨郡主欢心。哎，可惜我舅舅今日啊，去退了白家的亲事，又拿了我的姻缘符，这缘分呢，也不知道签没签上。你给了你舅舅姻缘符，他当真退了个白家的亲事？郡主高兴吗？那个呆子还不算太笨，没在白家一棵树上吊死。唐诗锦笑笑不说话。你说服长蛇鬼救了我，收银子了吗？举手之劳。虽说是举手之劳，但你救了我的命，怎么能不收报酬呢？嘿嘿，那就500两银子意思一下吧。500两？你救了我哥5000两，怎么到我就只要500两？你是觉得我的命没有我哥的值钱吗？那给5000两，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就喜欢这样爽快的朋友。东征西战，受风霜与劳碌，年复年年。唱的是《霸王别姬》呀。恨之恨，无道情，把生灵涂炭，这孩的中国心，困苦连连。唱得不错。难得有人像你这般欣赏戏子的。众生平等，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，戏可没有那么好唱，他们也只是在努力的活着而已。是啊，每个人都只是在努力的活着呀。英姐姐，听闻魏将军日日去白家求亲，可见是对你情有独钟啊。但我听说你并未见他，莫不是你瞧不上魏将军？英儿，你这么吊着魏将军，当心他被别的什么郡主抢走啊。这才是你想要我来看的戏吧？欣然喝着茶没说话。那什么郡主喜欢有婚约在身的男人，我哪里争得过？让给他便是。哦，你舍得？
若魏将军是个洁身自好的，自不会与人有什么；若不是，我又何必抓着不放？这些人，怕是还不知道舅舅已经让人去白家退亲了吧？所以你这般吊着他，只是为了给魏家一个下马威？听说是他痴缠魏将军，前些日子还跟着魏将军追出京城去了呢。不生气啊？虽然他们说的不好听，但也没说错。本郡主做得出来，便不怕被人说。倒也不是吃醋，只是我若这般轻易应了魏家，怕是会叫他们觉得我廉价。我不见魏将军，也是想等他处理了外头的闲言碎语再谈婚事，也好叫魏家知道我白英不是没有脾气的。鬼哭狼嚎，这唱的什么东西啊？给我停了，换一个贵妃醉酒听一听。谢玄，你别闹了，人家唱什么是人家的事，你不爱听走就是了。不过就是一个戏子吧，我让他唱什么他就得给我唱，我难道付不起银子吗？那是谢家公子谢玄，一个纨绔，比我哥哥还纨绔。谢公子，戏一开腔，没唱完不能停，这点规矩你不懂？唐姑娘，你也来听戏啊？他是你兄弟吧？让他别打扰人听戏就行。谢玄，你赶紧走吧，你不听，有的是人听。就是你啊，要了我爹1万两银子，我都没讹过我爹这么多银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谢玄，小姐不是你能招惹的人，识相的一边去。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，回去问问你爹。听说郡主喜欢老男人，郡主的眼光果然独特呀。再说一遍试试。郡主恕罪，谢玄他口无遮拦，我代他向郡主赔罪，还请郡主莫要与他计较。我说唐姑娘，我想跟你学一学生财之道，你可否教教我？谢勋，唐姑娘救过我的命，你马上向唐姑娘道歉。她救过你的命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你的命值1万两银子，着实是有些廉价了呀。你能别给谢家丢人了吗？大哥，你急什么呀？我不过是见唐姑娘会赚钱，真心想请教她的。若我也能像她一样画2张符就能赚到银子，那哪还会伸手找家聊去？你说是不是？你给我滚回去！谢寻勾唇，然后轻蔑地扭头离开。唐姑娘，很抱歉，我弟弟不懂礼数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这个谢玄，本郡主非得找人好好教训他一顿。何必和一个将死之人计较？你是说谢玄会死？他眉眼间有死气。谢恒脚步一顿，回头看了眼唐诗锦，正想回去问问清楚，唐诗锦他们便已起了身，楼下的戏也唱完了，可以散场了。原来是郡主，不想在这儿遇到。脚下不注意被绊倒，忽然一只手揽上了他的腰。哎，白姑娘，小心！世子。下一瞬，他看到萧寻身后的人，眼里的欲望更深。阿姐，戏听完了，我送你回去。啊！白姑娘怕是崴了脚，不如我送你回去。他哥还真是来者不拒呀。不必劳烦世子了。谢公子，你我两家顺路，不知可否载我一程？好。你最好不要答应，否则会有灾祸。唐姑娘，你这是何意？可是在暗指什么？又是否是在为你舅舅鸣不平？你配不上我舅舅。唐姑娘说话可要注意分寸，分明是你舅舅与人。哼，你身上有多个男人的气息，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的你，有什么资格挑剔我舅舅？你血口喷人！唐姑娘，我们并无恩怨，你为何要这般污蔑我的清白？阿锦说的不是事实吗？王爷，女儿家的清白最是重要。王爷素来公正无私，为何要帮着唐姑娘说话呀？你怎知本王公正无私？白鹰一噎，他还想吊死在你这棵树上呢。他跟萧燕都知道白鹰有问题，但抓贼拿赃，于是他适时的转换目标。你这么跟着他，对他没什么好处，会影响他的运势的。唐姑娘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姑娘，你看得见我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，让他回家，快些回家。阴阳殊途，你该尽早离去。你不想惹上灾祸呢，就不要多管闲事，赶紧回家。阴魂感激地看着唐诗锦。谢公子，我们顺路的，我脚崴了，不会耽误你多长时间的。多谢唐姑娘的好意，我将她顺路带回白府，便听姑娘的，回家去。有劳谢公子。谢恒身后的阴魂脸色变了变，他摇头想让谢恒听唐诗锦的，不要多管闲事，可他听不见。阴魂当即就飘荡着跟了上去。说救他，你会消亡？阴魂顿了顿，终是跟了上去。一个两个都不听劝，自找倒霉，他也没辙。他居然没选我。白鹰果然很聪明。萧世子摊手，表示这可不怪我啊，是他不上套。说不定是他太丑。谁丑？小皇叔，你说这话，你摸过良心没有啊？你们兄妹先回去吧，
我得去盯着白银，顺便赚点银子。小姐要小心。去大理寺找唐逆，守住白家。不出意外，掏心案的真凶很快就会现形了。下次定要为小景讨些这种能来去自如的福。老王，怎么还没到？他撩开车帘一看，前面竟是一片大雾，车夫竟不见了。忽然，车轱辘一个颠簸，一个娇软的身影软绵绵地趴在他身上，然后对上一双柔媚的眼睛。唐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没想到你喜欢的人是唐姑娘呢。唐姑娘，你……我就在这儿，你不想跟我亲热吗？谢恒眼底迷茫，看在你八字属羊的份上，便宜你了。唐姑娘，我已经将家里的妾室都遣散了，我定会对你负责的。切，那唐诗锦有什么好的？她有我美吗？谢恒回答不上来，因为他的脑子里已经无法思考了，只能露出迷茫的表情。唉，若不是怕引起19王爷的怀疑，我何至于选你？萧世子也比你强啊。唐姑娘，我喜欢你。那你愿意为了我死吗？你救过我的命，我愿意的。没想到他对唐诗锦倒是有几分真心。好啊，那把你自己献给我吧。谢恒虔诚地亲吻着她。就在两个人干柴烈火将要点燃的时候，一股阴风吹了进来。什么人？恒儿，快跟我走！稀里糊涂的谢恒就被阴风卷下了马车。我还当是什么东西呢？原来是个游魂。他是我的猎物，你敢到我嘴里抢食？你个妖孽，为什么要缠着恒儿？他的心我要定了。唐姑娘，你在说什么？她不是唐姑娘，恒儿，你看清楚了。说时慢，那时快，白鹰五指成爪，猛地掏向谢恒心窝。不！谢恒只觉得他被一股极强的阴风震开，替他挡下了白鹰的魔爪。不自量力，一爪子将碍事的阴魂掀飞。你，掏心案的凶手是你？谢恒，你刚不是说愿意为了我去死吗？现在把你的心给我，祝我永享天颜吧。只要吃够749颗纯阳之心，他就能容颜不老，只差最后一个。你不是唐姑娘，他就该听唐姑娘的，不要多管闲事。别碰我的恒儿！既然你这么想死，我成全你。他的身后长出1人高的虚影来，满是妖邪之气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金光打来。我的尾巴！哎呀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呀！娇美人的迷魂术与你出自同类，只不过你身上的妖邪之气比他更重。你们一个养小鬼，一个养妖邪，不愧是一丘之貉。唐诗锦，你又坏我好事！哟，哦，你是说缠着欣然郡主的那长舌怨鬼吗？那鬼已经被我收了。你是自己投降呢，还是我打的你投降？投降？做梦！欣然郡主自己不检点，与你舅舅眉来眼去，那谁不知道呢？你舅舅又是什么好东西，还想老牛吃嫩草？呸！真不要脸！呵呵，跟男人酱酱尿尿，采阳补阴的你就要脸啦？那是他们觊觎我的美貌，甘愿将性命献给我的。你也不嫌恶心，真把自己当成妖了？少说废话，今天你们都得死！唐姑娘小心！唐诗锦祭出一张符箓，破了周遭的迷障。他们竟在一处荒废的破宅子里。与唐诗锦一同来的还有19王爷萧燕。19王爷的身体必定比他尝试过的那些男人要强悍得多。收起你脑子里那些肮脏的想法。我肮脏？你如此黏在19王爷身边，敢说你对他没有同我一样的心思？不要以为谁都像你一样龌龊。交给我，莫要不开心。同时他招招手，破宅瞬间被玄影卫包围了。本王倒想看看，是你的尾巴快，还是本王的玄铁劲快。白鹰立马释放出妖灵虚影。王爷，是不是很像狗尾巴？你敢侮辱神尊！白鹰做出野兽的姿态，晃着巨大的尾巴朝他们砸了过来。萧燕手指一动，箭雨齐刷刷地从四面八方射了下来。他一抬手，掷出几枚铜钱，精准地套在玄影卫射出的箭头上，刷刷几下就射断了一截狐尾。乖乖交出你供奉的邪物，跟王爷回去受审，我便饶你一命。做梦！想要再次释放出邪灵，然而邪灵却不敢再出头来。神尊，你难道怕他不成？什么神尊啊，不过一个邪物罢了，吸食了几个精魂就把自己当神了？五雷符。白鹰体内的邪灵为了自保，顷刻间便吞噬了白鹰这个宿主的魂魄。不，尊主救我！
邪物想逃出这具肉身，可天雷的速度更快，顷刻间邪物便烟消云散，他的灵魂自是没保住，与邪物一同灰飞烟灭了。尊主，所以背后操控蛊惑他们的可能不是太子那个狗东西啊。恒儿，我说过，你若救他，便会消亡。魂魄虽没有心脏，但有魂体，如肉体一般，轻则残，重则亡。姑娘的告诫，我感激不尽，可我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儿子丧命啊？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大白小黑啊，别不理人呐！好歹我们也算半个同事呢，来都来了，怎么能叫你们空手而归呢？说话间，唐诗锦从布袋里翻了又翻，然后抖出一只鬼来。那，这长蛇鬼你们顺路带走吧。阴差大人，带我走吧，我差点就死在他那袋子里了，我愿意去地府，求你们带我走吧。黑白无常锁链一勾，二话不说把这没出息的怨鬼给勾走了。阿锦，你的铜钱。这是5帝钱，可以驱邪避邪，你带在身上，若是遇到危险我也能感应到，方便我及时赶到。阿锦带我接好。唐姑娘，你害了你娘。什么？恒儿。谢恒转过头，果真看到了母亲。恒儿，娘要走了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的孩子，你不要太善良。真的是你？他伸出手，却触碰不到母亲。阴魂的魂体一点点消散。娘，你别走！刚刚白鹰要杀他，是母亲救了他。可惜了魏将军这个女婿。有什么好可惜的？白鹰不是瞧不上那魏宇泽吗？我看他能攀上什么高枝儿？大理寺办案，白鹰杀人犯案，奉王爷令，白家上下一律收押候审。大人，为何带人来我白家呀？我白家可都是本分人呐，大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白鹰已经伏法，他乃掏心案真凶。哼，白家可真够本分的，有什么误会，尔等跟我去大理寺说吧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大人，此事定是有误会啊！给我搜！大人，有发现。大人请看，这尊神像是不是非常的怪异？收好，拿回去给我阿姐瞧瞧。是。张波忽然一皱眉，啪嗒一声，神像掉在地上碎裂了。他咬我！那里面冒出一缕黑气来，那黑气直直地冲着唐逆和张波去了，却不想他们身上发出一道金光，将黑气震了回去。是阿姐的护身符。黑气不死心，还想撞唐逆，忽然一道金光打来，黑气彻底被打散。阿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来驱除邪气。若不处理干净，他找到了新的栖身之所，就会卷土重来。然后唐诗锦又甩出一道明火符，不想唐逆将半截神像从火中挑了出来。阿姐，这是罪证，暂且烧不得。什么罪证？那就是我女儿供奉的一尊神像罢了。你家神像长这样啊？我家神像就是长这样啊！全都给我带走，务必要小心，上面的符不能拿下来。唐逆点头，还是阿姐厉害，未来姐夫也厉害。唐诗锦一不小心听到了便宜弟弟的心声，他有点懵，哪来的姐夫？不知魏将军考虑的如何？崇王的好意，贵某受之不起，王爷请回吧。将军，人生在世就只求一个问心无愧，将军不偷不抢，又何必太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呢？崇王一家这是上门来逼婚来了呀！魏将军几番拒绝，难道是觉得欣然配不上你？如今你与白家的婚事已退，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人。虽说欣然不是什么举世无双的大美人，但若魏将军带出去，想来也不会给你丢人的。崇王，我跟你同辈，你要将女儿嫁给我，不怕被人笑话吗？那正好，能做魏将军的老丈人，如此便和魏老将军一个辈分。能够做魏将军的大舅哥，我这身份辈分一下子也上去了呀。该说的本王都说完了，魏将军自己斟酌吧。魏将军若实在瞧不上欣然，本王自会为他另择一好夫婿。说完就走。将军，望你有机会喊我一声大舅哥啊。然后走得也很潇洒。你是将军，还不如我勇敢。出来吧。被你发现啦！我要去买缎子做嫁衣，你陪我去。我舅舅答应你了吗？他不答应，我就嫁给别人。你还是别去了，我现在心情不好，他会迁怒于你。你回去好好劝劝你那个呆子舅舅吧。行吧，让他静静吧。唐姑娘，怎么又是你？你还敢来？郡主，我是受人所托来向唐姑娘道谢的。说着，他示意身后的小厮拿上来一些朱砂黄纸。唐姑娘，
多谢你救了我大哥。谢轩，你脑子被驴踢了，居然还会道谢！别冲动，不是一个人。怎么不是一个人？在秦风楼的时候，明明就是他。气息不对，应该只是长得一样。啊，想起来了，你是谢归吧？不好意思，本郡主认错人了。无妨，便是我们的父母，也时常会将我们认错。谢寻若有失礼之处，我代他向郡主赔罪，还请郡主见谅。这黄纸朱砂是我大哥让我送给唐姑娘的，以表谢意。我喜欢。好奇怪的双生命格呀！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不是要去买嫁衣吗？欣然气鼓鼓的走了。舅舅，小锦回来了。舅舅，如果郡主另觅夫婿，你就真的舍得？然后也不等舅舅回答，就摇摇手回内院去了。舅舅是过不了自己心里年龄这道坎儿啊。唐诗锦回房跟卫士说起了崇王一家上门来说亲的事儿。阿娘明日便去看宅子。唐诗锦提出想在挂店附近买宅子，那一片儿倒也清静，省了不少迎来送往，就听小锦的。就这样，卫士忙碌了几日。为什么要搬？家里是住不下您吗？兄长要成亲了，魏家要有女主人，便是感情再好，也不能赖在家里了。这点礼数我还是懂的。他几时说要成亲了？兄长年岁不小了，还是不要太挑了。虽说郡主做我嫂子，要换他嫂嫂，我有些不好意思，但着实是兄长高攀了。一匣子首饰就把你收买了。唐姑娘，恭喜你开店，祝你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多谢。你是第4位来祝贺我的。见过19王爷，萧世子。这位是唐妮，原来是少卿大人，有礼了。我说小姐啊，你画的护身符虽然确实好，但是却只能挡1-2次灾祸，符文便会消失啊。不知道有没有长效护身的东西，就比如贴身佩戴的法器什么的。有啊，不仅可以护身，还可以驱邪挡灾。好，就这样的。萧寻直接掏银子，我买。拿5帝钱，上面有我的灵力，戴在身上可长效护身。小姐，这铜钱多少银子？我要了。唐诗锦竖起2根手指头，200两倒也不贵，刚好本世子带了200两买胭脂。也罢，今日便不去怡红楼，先买护身铜钱喽。世子，你真的不考虑入我道门吗？你很适合修道。入道门能跟你一起修道吗？我听闻道家可以双修，不知可有此事？童子鸡就不要只会打嘴炮了。萧寻，你皮紧了，有些日子没试你的武功了。皇叔，我跟小锦开个玩笑，你看我有那么多红颜知己，我怎么能出差修道呢？再说了，我哪里是皇叔的对手？小锦的道侣，那再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呀，对吧？关你面带桃煞，最近离女人远些吧，避免灾祸。5帝钱你们要吗？要。唐姑娘，我身上只带了50两，剩下的可否等我回家拿给你？可以。阿姐，我只有20两。你也先赊着，有银子再付。最后1个铜钱，唐诗锦看了看，送财童子马上就到。小锦，我来迟了。诸位好啊，在下陆修，诸位都是来照顾小锦生意的。陆公子，我要谈生意了，你们没事的可以走了。陆修身上有阴气，送财童子名不虚传。王爷还有事啊？不是，就是想多待会儿。他这是舍不得走？阿锦可会请我碍事？你愿意待就待着吧。小锦火眼金睛，是瞧出我遇到麻烦了。你身上沾了些阴气，面相嘛有破财之象，是家中生意出了问题，最近总破财吧？小锦果然厉害，最近我黄了好几桩生意，损失了不少银子，家中父母也时常身子不适，就连下人都经常倒霉。这次想请你去看看，莫不是我家又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？你身上有我的护身符，不必担心，阴气伤不了你。话虽如此，但我还是破财了。不是闹鬼，你家最近是不是有生人啊？我家姨母家道中落，前些日子来投奔我家，我母亲顾念姐妹情谊，便将姨母留在了府中。我随你去陆家看看。王爷也去？王爷若无事，就帮我看店卖符吧。听阿锦的。19王爷真会装腔作势。表哥，你回来了。这是我姨母的女儿赵莹莹。表哥，这位姑娘是谁啊？她是我的发小小锦，近来诸事不顺，我请小锦来替我瞧瞧。小锦姑娘还会看风水呢。赵莹莹看着她的眼神充满防备。我对陆胖还真没有非分之想，倒是莹莹姑娘的非分之想，虽未说出口，却震耳欲聋啊。表妹，你先回去吧，不要打扰小锦。小锦，你随便看。什么发小，叫得那么亲密，我都没叫过表哥陆胖，表哥什么时候胖过？我看他分明是对表哥有妄想。莹莹，这是怎么了？表哥带回来一个女子，说是看风水，却与他言谈亲密。母亲，表哥拒绝了你为我说亲的意思，
如今他又带了个女子来陆家，我还能嫁进陆家来吗？你说你表哥找人来看风水，母亲已经找人将你的八字与陆修的八字给人看了。最近陆家生意不顺，只要你俩的八字相合，再送到你姨母手里，让他知道你能旺陆家，他定会同意你入府的。莹莹想做陆家少夫人，母亲会帮你的。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。修儿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位姑娘是你请回来的客人吗？我不喜欢别人动我的八字，姨母，你犯了我的忌讳。你这孩子，哪里是我动了你的八字，是你母亲将你的八字交给我的。你母亲也是关心你的终身大事嘛，这才让我找人好好算一算，你和莹莹的八字是否……我说了，我对表妹无意。你与表妹住在陆家，我能忍受，但若姨母存心想些别的，是我就不能招待姨母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莫不是看我们母女落难，就不认我们这门亲戚了？你这话是想将我们母女赶出去呀？若不是我们家道中落，如何能厚着脸皮来投奔你们呢？原以为你们母子是个重情义的，不想竟也嫌弃我们。莹莹，我们还是走吧，免得在这里惹人嫌。表哥，我母亲对你没有恶意的，你能不能别赶走我们？我跟母亲会流落街头的。表哥，你不是打赏一个乞丐都能让他一生富裕吗？难道我和母亲对你来说还不如一个乞丐来的亲吗？啊，先别急着哭，等我先解决了破财局，你们再处理私事。这对母女道德绑架玩得溜啊！什么破财局？莫不是姑娘在陆修面前说了些什么，才叫他对我这个姨母这般态度？破财局就在这儿，社局让你破财的就是他们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这是污蔑！表哥，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外人呢？怎么回事？姐姐，我若不是实在活不下去了，也不会厚着脸皮来投奔你的。不想竟是如此惹人嫌。你若是不想收留我们母女，那可与我直说呀，何必让修儿寻这般荒唐的借口来赶我们走呢？你做了什么？为何要赶你姨母走？娘，我没有要赶他们走，我好心接济穷亲戚，他们却反过来坑我，在家中设下破财局，叫我生意不顺。娘，你这些日子身体抱恙，也是因为这破财局破了咱们家的风水。竟有这事儿？什么破财局？我听都没听说过。陆修找来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丫头，就说会看什么风水。这种人我见得多了，都是些招摇撞骗的。保不齐就是来骗陆家的钱财的。姨母，是不是莹莹做错了什么，让表哥不高兴了？表哥要赶莹莹走。莹莹，你先别哭，待我问清楚再说。为什么还要问？姨母难道不该帮助我们把表哥带回来的女子赶出去吗？对了，那女子呢？找着。唐诗锦正蹲在一棵富贵树底下，这东西污秽且有毒，陆夫人体弱，不宜靠近。这棵树怎么？这树的叶子怎么都变黄了？啊，树下埋着阴毒之物，等这棵树彻底枯萎，陆家就完了。来人，给我挖开！你与莹莹来投奔我，我将最好的院子留给你们住。这院子的风水原是1等1的好，这棵富贵树更是我花了大价钱买来的，是整个风水的阵眼。为何下面会埋了东西？我哪知道？这院子里的东西我们未曾动过呀。树下的土被挖开，露出一个黑色的坛子来，一股难闻的恶臭便泄了出来。陆胖，你最好回避下。为什么？陆修身子很诚实，已经探着身子看了过去，然则看一眼便吐了。哎，都说了让你回避啦。好奇害死猫。然而这坛子里埋的就是一只猫，一只被扒了皮凌虐致死的猫。但这只猫只是食材，破财局的真正手段是坛子里的五毒。陆修吐的胃里一阵痉挛。娘，你看看，我是不是说过穷亲戚不能接济？你好心留他们住下，他们去要我们陆家玩完呢。你们陆家是富贵，我们家是落魄了。那你这般说话是瞧不起谁呢？什么穷亲戚不穷亲戚的？亲戚就是亲戚，你说话怎么能这么刻薄无情呢？接济亲戚不是应该的吗？我养条狗，狗还知道给我看家护院，那叫你们反咬一口。姐姐，你就看着你儿子这般羞辱我，我可是你的亲妹妹呢。陆夫人身子晃了晃。娘，你身子不好，坐下说。即便你们陆家不同意与我家莹莹说亲，也不该这么污蔑我们呢。我可真冤呐，平白无故被人扣了这么大一顶帽子呀！真想给他用禁言符，这么理直气壮不要脸的还真是少见。这阴毒之物当真不是你干的？什么阴毒之物？我住在陆家，寄人篱下，
每日战战兢兢，连茶水都不敢多喝一口，哪里敢买这等东西呀？姐姐啊，你莫要听信小人挑唆呀！秀儿，此事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小锦说是他们，就一定是他们。我冤呐！你怎么能信外人，不信你亲姨母啊？说不准是哪个下人埋的呢？又保不齐是他，是我埋的。是谁干的？是我干的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不受控制的说了真话？他咬紧牙不肯说，最后还是抵不住真言符的威力。是我干的。我原是想等陆家生意不顺，破点财，有点小灾，再让人将莹莹的八字拿回来，与陆修八字相合，让你们陆家看看，娶了莹莹，你们陆家便能驱散厄运。等我女儿做了陆家少夫人，到时候我自然会把这坛子里的东西给挖出来，如此便不会有人发现了。母亲，你怎么都说了呀？说完之后，真言符就失了功效。不是的，姐姐，你听我说，不是这样的。不必说了，我好心收容你们母子，你们却想坑害我们家。秀儿说的对，亲戚可以救济，但不能救济。你们今日便离开我们家吧。你不过就是嫁得比我好了些，有什么可得意的？如今我落魄了，你却要我看你的脸色过活啊！你是不是觉得你陆家赏我一口吃的，我就得对你感恩戴德呀，我的好姐姐？他来投奔陆家，他好吃好喝的照顾着，竟是收留了一头豺狼不成？升米恩，斗米仇，不过如此。小锦，今日多谢你了，我们还有些家事要处理，不便留你。酬劳我稍后让人送去你店里。唐诗锦点头，他随手甩下一张符，那棵枯黄的富贵树叶子逐渐变绿了，瞧着生机勃勃。你家的风水局修不好了，这坛子我就先带走了。王爷，你眉间有黑气，最近要小心啊。本王会时刻将阿锦的护身符带在身上。王爷该回家了。好。遇到阿锦后，本王是不是越来越柔弱了？是的吧。主要是三小姐太强了，几乎用不着主子出手。哪知当天夜里，萧燕在回府的路上便遇刺了。什么人敢拦王府车驾？退下！主子小心！无头狮似乎确认了目标，大锤哐当哐当砸了2下，然后朝萧燕狂奔过来。刹那间风刃四起，鬼气在宝剑的星芒下荡然无存。太子殿下，培养了这么久的雄狮，竟还是敌不过小皇叔。太子，道尊叮嘱过，这雄狮尚未练成，我们不敢冒进。回来。五雷符。镇鬼符。唐诗锦赶到时，看到天上降下的天雷，惊呆了。难怪唐逆找不到那具砍头尸，原来是被人捞走了。你会画五雷符？国师曾教本王画过2回，我也就会画这个，其他的符本王不如阿锦。七星剑，王爷果然深藏不露。此剑专克妖鬼，乃降鬼除邪的上等法器。19王爷根本不是什么小可怜，他是扮猪吃老虎啊！阿锦喜欢，送给你。宝剑认主，不听旁人号令。哼哼，以为躲在背后我就揪不住你了吗？让你尝尝我自创的寒冰符。怎么回事？他操控招魂符的手竟肉眼可见地爬上了一层寒冰。王爷，1日之内不得招2次天雷，否则怕引起百姓恐慌。这无头凶尸，我们换个方法镇压吧。听阿锦的。今日不管是谁想刺杀王爷，我断他一臂，以作惩戒。唐诗锦2手结印，打下一个符咒，无头鬼的胳膊上出现碎冰的裂缝。殿下，这冰如何破解？左莽见太子疼得满头大汗，着急的拔剑想将冰敲碎。你是想砍了本太子的手吗？就在碎裂延伸至骨头的瞬间，一缕金光出现，阻止了骨缝深入裂开。道尊，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轻举妄动吗？你以为凭你这点手段就能杀19王爷？我以为凶尸练成了，便想除了萧燕这个绊脚石，可没想到他竟能招天雷。说来也是道尊给我的符太弱了，非但没有五雷符这样厉害的符箓，就连其他的符威力也不如唐诗锦的强。道尊的道法莫是不敌唐诗锦。哼，你自己愚蠢，还在别人身上找理由。我若是你，便不会去招惹唐诗锦。同为修道之人，我不否认他是个天才，小小年纪对道法的造诣已远远高出许多修道一辈子的人。你们的目标是19王爷，这是北离国的江山，不是唐诗锦。莫要拎不清轻重。我是太子，注意你说话的态度。不要以为我父皇倚重你，你就不能将本太子放在眼里。若不是我，莫说你这个太子，
就连你父亲都未必能爬上那个皇位。19王爷乃天命所归，是我助你们逆天改命，你们父子才有今日。太子白着脸，一时无言反驳。道尊为什么不早点来？本太子这条胳膊险些废了。太子的眼睛不是也险些废了吗？当初我将19王爷的命格一分为7，你们本可以将拥有命格的7人培养成最优秀的刀，可你们连这一点小事都办不好。杨家、宋家相继败在唐什锦手里，唐什锦已将萧燕的命格找回其2，若他找回所有命格，萧燕就会回到原本属于他的命运之上。你这个太子不废也得废了。道尊教训的是本太子鲁莽了，那不知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做？哼，不要再去招惹唐什锦。然后人就消失了。迟早有一天，本太子要他跪在我脚边，奉我为主。殿下息怒，道尊所言不无道理，殿下还是先忍忍吧，养好伤再说。还不去给本太子宣太医？是。有何不妥？有人破了我的寒冰符，太子背后果然有修为很高的人啊。阿姐，可能查到是什么人？对方隐匿了气息，这样远程的距离感应不到。阿姐，这具尸体怎么会在这儿？不仅尸体在这儿，阴魂也在这儿，脑袋还在太子府，得拿回来与尸身一起镇压才行。太子府？阿姐的意思是这具尸体被太子捡去了？太子难道有收藏尸体的癖好？还是说太子府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？阿姐，我去吧。你的官职大得过太子啊！把这尸体和阴魂带回去，我去就来。王爷，无图师我可以找人抬回去，可阴魂……只见萧燕抬手一抓，便将那被镇鬼符镇压的无头鬼给抓在手里。走吧。这就抓到了？19王爷也会抓鬼？唐什锦悄无声息地到了太子府，无头鬼的脑袋就摆在太子书房里，并且头颅上贴了符箓，施了障眼法，肉眼看上去就是摆了一个个大盘子。心术不正，有这样的储君，国之悲哀啊！唐什锦站在一架置物架前，目光冰冷。这架子上摆了不止1颗人头，这样的人怎配为君？天理循环，太子种下恶果，业障满身，等报应来临的时候，必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唐什锦拿了1颗头颅便离开了，他的身影消失后，黑袍道尊便出现在头颅架前。19王爷可真是捡到宝了。忽然唐什锦的身影再度出现，黑袍道尊也在一瞬间消失。跑得还挺快。等他先处理了这个无头鬼再说，不怕揪不住那些阴沟里的鼠辈。找一口棺椁，把无头释放进去，再找个凶煞之物来镇棺。无头鬼的阴魂呢？我找镇魂钉，给他钉在肉身里。棺椁好说，可镇棺的凶煞之物要去哪里找？唐逆看他扒了身上的布袋，像是里面的东西太多，半天翻不出来他要的镇魂钉。阿姐看起来真不靠谱，镇魂钉这样的法器，就像分垃圾一样。我不靠谱啊！你早就成了无头鬼的刀下亡魂了。唐什锦翻出镇魂钉以及无头鬼的头颅，晃了晃。萧燕挥手放出阴魂，砍他脑袋的那把刀便可镇棺。果然还是王爷聪明啊！真不知道你这个大理寺少卿是怎么当上的。刽子手的刀沾染了太多的鲜血，且大多都是大奸大恶之人，绝对是凶煞之物，用来镇棺最合适不过。我这就去取刀。很快，唐逆就取来了刽子手的刀。一切备妥之后，唐什锦手指结印，以符箓将无头鬼的阴魂封印进肉身里，再用砍头的刀镇棺。棺材上又多加固了一层法咒。抬去埋了吧，切记啊，不可靠近水源。唐逆招招手，张波便带锦衣卫将棺椁抬走了。阿姐，你还欠我180两呢，准备什么时候给钱啊？谁知唐逆顿时一脸委屈，不甘心地看了一眼19王爷。唐什锦似乎察觉到什么，你拿了他们的护身铜钱？阿锦的法器不能给不相干的人。19王爷的语气竟有些委屈和埋怨。你竟然把我卖给他们的5帝钱都要了回来？不是要，是抢。最近大理寺有2个外放的名额。姐夫，这是阿姐给我们护身的，再说我们都掏了银子的，你这样明抢不合适吧？就这姐夫2字取悦了19王爷。外放就不必了，铜钱留下，护身符给你。他拿一张护身符换5帝钱，当时萧世子和谢恒的表情都是一整个大无语啊！你还是我的皇叔吗？你该不会是被哪个不要脸的鬼给毒舍了吧？我皇叔可干不出来这般厚颜无耻的事啊！听闻甘州缺个巨兽，本王看你挺合适。皇族养出个纨绔也就算了，养出个废物便是丢皇族的脸，你也该去历练历练了。爆粗口的话到了嘴边，硬是给他憋了回去。不就是一枚铜钱吗？皇叔要的话拿去就是。
杜甫？不，皇叔还不是小姐夫呢，竟然就这般霸道不讲理，过分，太过分了！将来一定会是个杜甫。这护身铜钱可是我们花真金白银买来的。萧世子和少卿大人都乖乖地交出了铜钱，谢衡敢不给吗？萧燕同样甩给他一张护身符换铜钱，谢衡只能默默地把护身符收起来。陆某有的是钱，不像王爷这般抠搜，多少铜钱我都买得起。你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？给了他们护身符，没亏待他们。好吧，你有权你任性。5滴钱还我吧。萧燕将4枚铜钱给他。还有王爷身上那枚呢？既然说法器不能随便给人，那便一视同仁。对阿景来说，本王是不相干的人。你这可就双标了呀。阿姐，我也想要。19王爷眸光幽冷地睨了他一眼，他顿时又怂了。罢了，你要就给你吧。他好像总是对19王爷无可奈何呀。萧燕深邃的眼眸认真的凝视。那个，我有事想与王爷说，我们换个安静的地方说话吧。用睡衣服回王府。王府还能防止隔墙有耳，可行。于是他掏出一张瞬移符，带着19王爷消失了。主子为了和3小姐亲近，连马车都不要了。我昨夜突然想到了在经书上看过的西星图，然后呢找二哥要了一份京城的地图。根据地图，我夜观星象，大概策划了一下。那王爷请看，这是我结合星象及京城地貌画出来的。他画的是一幅星象方位图。萧燕想了想，拿起笔在他画的方位图上标注些什么，其中就包含拥有过紫气的宋家和杨家，没找回的紫气很有可能就在这些地方。唐世锦眸色有些凝重，因为萧燕标注出来的有一处竟与他有关。这天，唐家门口有个站立不安、来回徘徊的人。3小姐，请问姑娘你是唐家3小姐吗？我是，你是？太好了，终于见到3小姐了。我是长寿镇上孙家的表小姐，我表姐像是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听闻3小姐道法高，我是来找3小姐买符的。你要买符？周倩点头。买什么符？驱鬼符。可以，去拿张驱鬼符给这位姑娘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随后莫锦拿了张符出来，唐娇娇递给周倩，周倩连忙道谢，但唐娇娇却并未松手。3小姐的符要多少银子？唐娇娇还是没说话，目光瞥了眼她那荷包。50两，3小姐你看够吗？唐娇娇仍是不说话。100两总该够了吧？这位姑娘，求符应该有诚心，心诚则灵。我身上只有120两，3小姐你看。够了，这符你拿去吧。周倩忍痛将荷包给了唐娇娇，然后抓紧时间上了马车往回赶。正好我昨日看上了一对红宝石打的16钗，这银子刚好够，今日便去买了吧。小姐，可那符？他自愿买符，我又没逼他，与我何干？小姐聪慧，奴婢陪小姐去买钗吧。16多子多福，正适合小姐与太子呢。这天，谢衡来到挂店。唐姑娘，你之前说谢寻乃将死之人，他可是会有什么劫难？能不能给他求一道护身符保平安？你拉错人了。我是谢归。你们即便长得一样，但气息和灵魂是不一样的。唐姑娘，不知我大哥方才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？谢寻有劫，你也有。谢归皱眉，还请唐姑娘明示。公子，这再耽搁下去就耽误了出发的时辰了。先生还在等公子呢。大哥，我并不信这些，先生还在书院等我，我先走了。谢公子最近要出远门。谢归脚步一顿，你听见了？看在谢衡没拿到5帝钱的份上，我免费给你算一卦。你此行大凶，劝你不要去，去了就回不来了。你命中有一劫，面带死气。谢寻虽有死劫，但他的死劫中尚有一线生机，而你并无生机。子不语怪力乱神，我是读圣贤书的人，唐姑娘的好意，谢某心领了。说完，他带着书童头也不回地离去。这孩子不听劝呐。唐姑娘，我提醒过了，这便是他的命数。我虽修道，但亦不能违逆天意。谢衡怔住了，心头充斥着浓浓的不安。他要去找谢归，提醒他务必要注意安全，最好是能劝他别去了。小姐，天色晚了，今日的符都卖完了，我们打烊吧。大姐，还有人呢。唐姑娘。谢公子。唐姑娘，你不是说谢寻的死劫中有一线生机吗？为什么他没能回来？唐诗锦闻言眯起眸子。谢归回来了，唐姑娘，你能帮我去看看谢寻的魂回来了吗？谢兄节哀。唐兄，我家闹鬼了，
我继母怀疑是谢寻回来了，他知道唐姑娘的本事，想请唐姑娘去替我们问问，是不是谢寻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？大姐、二哥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去谢家走一趟。天色晚了，我随你同去。横竖我回去也会被阿娘打去接你的。也行，二哥跟我一起去吧。大姐，你最近运势也有点低，这护身符和瞬移符你带在身上，早些回家。我与二哥解决了谢家的事就回来。好，你们要当心。一到谢家，唐诗锦便发现有很重的阴气痕迹。唐姑娘，我儿发生意外，不幸离世，今日家中不太平，想请唐姑娘看一看，是否我儿魂归来兮。谢大人节哀，具体情况谢恒已经在路上跟我说过了。早听说唐姑娘会道法，救了谢恒好几次。谢逊他们的船发生了意外，他没能回来。可我知道，他回来了，定是他回来了。他肯定是不甘心就这么死了，想来拉谢归做垫背。这个不孝子！住口！谢玄也是你儿子，他人已经不在了，你还说这些混话做什么？你季氏垂下头，没再说什么。你们把他找来做什么？找了道士做法事还不够吗？唐姑娘见谅，昨日碰到个云游的道长，他说我家中有阴气，我们这才知道是谢寻回来了。可是那道长似乎道行不够，没能够招来谢寻的魂，我便想到了唐姑娘，你与谢恒也算有几分交情，便让他去请你来。我知道。够了，我说了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。谢寻发生了意外，你们应该要做的是接受事实，而不是在这里靠鬼神之说来麻痹自己。唐姑娘，这是我们谢家的家事，不劳你插手，请回吧。上次我们见面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唐诗锦双指竖立，祭出一张招魂符。人未死，如何能招得来魂魄呢？谢家人听闻此话，皆是一愣。谢归，还不速速现身！顷刻间，一股阴风袭来，空气中带着潮湿的水汽。慢慢的，一个脸色姜白的阴魂出现在唐诗锦面前。母亲，莫怕，我不会伤你。只不过他的肉身落在了水里，所以只能以这副模样见人。你是谢寻？阴魂有些悲痛的摇摇头。他是谢归。不可能，桂儿不是在这儿呢吗？唐姑娘，你可莫要诓我们。母亲，我是谢归。放屁！桂儿就在我身边，她还活得好好的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竟敢冒充我儿子？夫人，你有2个儿子，你分得清他们谁是谁吗？你是龟儿，那你是？我才是谢归。谢寻，你死了就该去投胎，你还回来做什么？阿寻，你不必如此，不必为我一辈子活在愧疚中，亦不必为我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为何要冒充谢归回家，却说自己尸骨无存？谢大人还不明白吗？你们都不看好的小儿子谢寻，他是不想你们太难过，同时他也愧疚谢归因他而死。谁让你救我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谁稀罕你救我？我死了对谢家不会有任何改变，可你死了，我就要面对他们的指责，他们的谩骂，还要背负你的一条命。谢归，你问过我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意外发生，所有人都希望死的人是我，回来的是你，你让我背负你的命，我就让你活着，有什么不对？寻儿，你糊涂啊！他一点都不糊涂，但凡回家的不是谢归，他便会承受父亲母亲失望的眼神和责骂。为什么死的不是他，而是谢归？死的是龟儿，不可能！我的龟儿明明还活得好好的，龟儿，你为什么要咒自己呀？你看，母亲多希望死的是我。谢归，你死就死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？我们是双生子，我是你兄长，救你是应当的。他回来是不想谢寻一辈子活在对他的阴影和愧疚中。唐姑娘果然是好本事，我伪装的那么好，就连最疼爱谢归的母亲都没发现，却被你一眼看穿了。我说过，即使长得一样，但一个人的气息和灵魂是不一样的。谢归救你，便是你死劫中的一线生机，但这也是他的死劫。我告诫过他，去了就回不来了。若是他当初信了唐诗锦的，没有随船而去，会否真的可以躲过一劫？你的灵魂向死而生，而他再不得归。你说你告诫过龟儿，你知道他会发生意外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救他？你既算得出来，为什么不早说？你为什么不救龟儿？是你害死了我儿子，你还我儿子！替人改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呸！什么代价？无非不就是没给你银子？
王爷还是修道之人，竟如此的见死不救！你修的是哪门子的道啊？像你这么没良心的人，就跟天打雷劈！住口！唐姑娘见谅，我夫人她伤心过度，一时口不择言，还望你海涵。无妨，但谢夫人说的不错，我收银子办事。贵公子的阴魂，你们是想送他去投胎呢，还是让他成为游魂野鬼？谢龟已经过了头期，鬼差还没来将他带走，要么是漏掉了，要么就是因为他的尸体被流水冲走，上不了岸。这样的人是无法入冥府投胎的。请唐姑娘送我儿去投胎吧。5000两，我送他入冥府。至于投胎，排队去吧，他管不着。谢尚书一口答应，唐诗锦便抬手结印，随即面前出现一条阴绿色的明道。母亲，不要怪谢逊，这是我的命，非他的错。最后他看向谢寻，但唐诗锦直接把他送走了。他收回手，明道消失，又寄出一张符箓，将谢家的阴气都消散。我已送他入明道，谢尚书可以付钱了。龟儿，我的龟儿！唐诗锦收了钱，便不再多留。你身上有谢龟的因果，若想赎罪，可以连同他的那份一起活着，而不是舍弃自己活成他。唐诗锦说完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唐诗锦从谢家出来，看到一个金贵的背影。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二哥呢？本王让他先回去了，谢家的事解决了。啊，其实我早看出谢龟会死，而我也可以替他改命，但我没有这么做。王爷会不会觉得我见死不救？你已经提醒过他，是他执意要去，与你无关。阿锦，答应我，不要轻易给人改命。瑞王府打从嫣然和长生姐弟俩和好之后，嫣然时常往积云巷跑，对此瑞王是有怒难言，最后将这些怨气通通转移到罪魁祸首崇王身上。让你办的事办妥了吗？回王爷，都办妥了。崇王有意偏向19弟，当本王看不出来吗？这次定要让崇王府翻不了身。这天，世子萧寻狼狈地跑到唐诗锦的挂店。世子可是遇到了什么危险？这里有小姐画的护身符，世子要买一张吗？多谢唐大姑娘好意，但这符怕是救不了本世子。他求助的小眼神巴巴地望着唐诗锦。小王婶儿，救命啊！你叫我什么？我叫你姑奶奶也行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你不看我的面子，也看在我皇叔的面子上。姑奶奶，你救救我，我保证我以后绝对不敢不听你的。告诫过你啦，离女人远点儿。你现在不仅面带桃煞，还一脸的倒霉相，有牢狱之灾。离我远点，别把霉运传给我。这什么？他被女人陷害还不够，还要他坐牢？小姐，你能不能算出来是谁想害我？我给你200两。世子，有人状告你草菅人命，残害自己的骨肉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小唐大人，你要抓我？一律办事。世子，别为难我。那女子死了。什么？怎么死啊？自尽，并且还是在崇王府门口自尽的。我萧寻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不惧大理寺查问。他甩手转身就走。唐诗锦眼神晶亮，然后低头画符。阿姐，你不救他？世子是我的大客户，自然是要救的，但让他坐2天牢，压一压他的桃煞也不碍事。他命里有这一节，而且他不能白救啊！这种长期客户，我得等崇王上门来详谈呐。阿姐真会赚钱。比你是强了那么一丢丢的。难怪母亲他们能这么硬气的离开唐家，认回来的女儿是个宝，可惜做梦不识货，将这么个金疙瘩赶了出去。唉。不出2天，崇王就找上门来了。王爷请喝茶。你早知道本王会来吧？你可有法子能帮到萧寻？以崇王府的地位，应该能保住世子性命吧？唉，保住性命有什么用？我要的是他清白做人。这次世子沾上人命官司，人死了，死无对证。崇王想保住世子的清誉，怕是不易。不必说了，3万两，能否请你出手？就喜欢这样直接的客户。我与世子多少也算有些交情，如今他有难，我自不会推辞。次日，唐诗锦便跟随崇王去了大理寺。阿锦，过来坐。19弟，这不合规矩吧？此案与瑞王兄毫无关系，你在这儿亦不合规矩。与他有关系，他身上有咒消世子的怨气。此处是公堂，注意你的言辞。若再信口开河，便是19弟也护不住你。瑞王兄如此着急，莫不是被阿锦说中，心虚了？此案与19弟也没什么关系，你又来此做什么？本王掌握京畿营，守卫京城防卫，京城有命案，本王当然有权过问。本王也很好奇，瑞王如此穷追不舍，究竟是为什么？萧燕则带着唐诗锦去到了他的位置上。带世子上来问案吧。当即就有锦衣卫去大牢里将萧寻带来。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
我与花娘之间清清白白，她腹中的孩子不是我的。你们问多少遍，本世子都是这么说。花娘以死明志，难道她会用自己的性命和肚子里的孩子来冤枉世子吗？谁人不知世子风流，时常出入怡红楼，怡红楼的人都可以作证，世子与花娘感情极好。花娘虽置身风尘，却是个烈性女子，卖艺不卖身。她的房间只对世子开放，对此世子可有什么要说的？大人，能不能用你的脑子好好的想一想，他是花魁，他的房间怎么可能只对我开放？只对我开放的，那就不叫花魁了。主审官一噎，世子乃是花娘的入幕之宾，这总没错吧？不错，我可是给他花了不少银子，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花娘的知己并非只有我一个，说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，大人你有什么证据吗？到底是他审问世子，还是世子审问他？小荀，你现在是疑犯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竟诘问诸位大人，你眼里还有王法吗？睡王叔，你急着想定我的罪，难道就是你在背后害我？放肆！你这是藐视公堂！小荀，你始乱终弃。花娘虽出身风尘，但她为了证明她的供词，可以以死明志，你能吗？睡王叔目的暴露了，原来王叔想让我去死啊！这是在审案，没人听你耍嘴皮子。花娘肚子里有你的骨肉，撞死在你崇王府门口，众目睽睽，这点你无从狡辩。瑞王看了眼主审官，诸位大人，案情已经很明目了，依本王看，可以宣判了。这是不是有点草率了？世子还没认罪呢。王爷，你看这该如何判决？还请王爷示下。瑞王越俎代庖，妨碍公审，来人，将瑞王请下去。小燕，你敢？高峰已经带着玄影卫上来了，主审官默默地擦了擦汗。啊，王爷请等一等，瑞王与此案有些因果，等先还了世子清白，再请他下去吧。瑞王突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。萧燕摆摆手，高峰就带玄影卫守在公堂外。诸位大人，萧荀虽是本王的儿子，也不替他辩驳，他是花魁常客，亦无可辩解。几位大人可以判他个风流浪荡之罪，可要说他始乱终弃，戕害人命，我崇王府是不认的。那女子撞死在我王府门前，冲撞我王府，本王没找怡红楼问罪，以示仁慈。花魁是自尽，与萧荀何干？凭何说是他害人？可亦无法断定花魁腹中骨肉不是世子的，毕竟他生前亲口状告世子，还去王爷您府上闹事。我可以让花娘开口说出实情。人已经死了，如何开口？死人也是能开口说话的。唐诗锦抬手结了个手印。他鬼啊！真的有鬼啊！世子，你为何不救我？老实点，不然叫你魂飞魄散。花娘，我待你不薄啊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小世子，我也不想啊，可你若是收我入府，我们不就能日日在一起了？我在王府哀求的时候，你为何不肯应我？花娘，你我之间向来都是清清白白，你心里应该非常的清楚，我为何不应？谁让你来找我的？世子，我不想死，我知道这位姑娘道法深，我死未过7天，世子可否请这位姑娘让我活过来？只要我能活过来，我便说出实情。哼，生命只有一次，你自己都不爱惜，把命作没了，现在又想活啦？哼，别说我不能让你死而复生，就算能，我也不会这么做。你不想帮世子洗脱冤屈了吗？你以为你不说实话，我就不能让你开口了吗？唐诗锦甩手往女鬼身上扔了张真言符，说是谁让你冤枉世子的？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是贺郎，孩子可能是贺郎的，也可能是瑞王的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的。你好大的鬼胆，敢攀咬本王！说话间，他手速极快地扔出手里的符，唐诗锦果断出手，掷出一枚铜钱，符纸在碰到武帝钱时便自动燃烧了起来，很快化为灰烬。唐诗锦，当着我的面就想杀鬼灭口，瑞王是不是太心急了些？原来王叔你也是花娘的入幕之宾啊！其实王叔你身份尊贵，又与王妃和离了，男人嘛，总是有些需求的，找花魁或者小官什么的也没什么。可是你不该将这黑锅甩到侄儿头上来吧？胡说八道！小荀，你自己放浪形骸，休要再次血口喷人！王爷，说不准我肚子里的孩子真是您的呢。我可以帮你验证一下哦。一个继子也配怀上本王的孩子？若不是看你已死，污蔑本王，定要一律严惩。说完，他衣袖一甩，走得脚下生风。诸位大人，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？趁着花娘还在，赶紧问。不知他口中的贺郎是？
我不记得了。有人给他用过摄魂符，他的记忆出现了缺失。王爷，您看这供词他能作数吗？他不是受害人花娘吗？是，自然是。是为何不能作数？本官宣判，经受害人辨认，花魁自尽案与世子无关，其腹中骨肉亦非世子所为，故大理寺会将案情张榜，以证世子清白。世子多有得罪了。这鬼地方，本世子一刻都不想多待，臭死了。谭姑娘，多谢。啊，不必客气，我收了钱就得把事情解决好，下次有需要还找我啊。下次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本世子难道还要劫难？谁知道呢？王爷让贺家公子给花娘用了摄魂符，他的记忆便会模糊，自然就不会记得见过王爷。就是可惜让萧寻逃过一劫，崇王为了救儿子，竟不惜拉下脸面去讨好一个女子。要不是唐诗锦多管闲事，此番定能叫崇王府元气大伤。那名女子确实可恶，仗着会一点道法，便四处诓人。无妨，这次让他们侥幸逃脱，还有下次、下次，本王就不信他们能一直这么幸运。骗子，这符纸都是假的，诸位莫要被他们给骗了。唐家女卖的这符纸，害死了我的女儿啊！您可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的符纸绝无可能弄虚作假，店里的符纸皆是我在售卖，我不记得夫人来这买过符啊。唐诗锦呢？让他出来见我，我要让他给我的柔柔偿命。夫人，你冷静些。我女儿没了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今日若不给我个说法，我就一头撞死在你们店里。唐令仪脚下一个踉跄，往后摔去。大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这夫人说咱们的符是假的，害得她没了女儿。小姐，不如我们报官吧。你说我的符是假的？不错，就是你这个骗子，你的符害死了我的蓉蓉。蓉蓉？唐诗锦瞧着孙母的面相，有些眼熟。你来买过符？是倩倩来的，她亲自从你手里买的符。你确定这是在我手里买的符？是在三小姐手中买的符，没错。我花了120两银子。我不记得我卖过符给你啊，我甚至不记得我见过你。我找的就是唐三小姐。你找的不是我，你们要讨公道，找错人了。啊，你们找的是唐家的娇娇吧？她卖给你们的符与我们可没什么关系。京城谁都知道，我们姐妹早就不住在唐家了。倩倩，你带回的符纸是不是从她手里买的？姨母，我不知道，她不是你要找的三小姐。哎呀，我告诉过你要找回道法的唐三小姐，你为什么会找错人呢？哎呀，对不起姨母，我不知道她不是。你女儿还没死呢，看她面相，金元尚在，孙荣应该还没咽气。什么？三小姐，求你救救我女儿！你要什么？哪怕是倾家荡产，我也答应你。唐娇娇，你没什么想说的吗？唐娇娇，你站住！大姐，你们这是做什么呢？啊，就是他将符纸卖给我的，要了我120两银子。你个骗子，居然拿假的符纸来骗我，你这不要遭报应吗？这位姑娘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我何曾卖过什么符纸给你？我既不修道，也不画符，画符的是我三妹妹。姑娘，你找错人了吧？不错，我家小姐根本就没见过你。什么120两银子？我家小姐像是缺你那点银子吗？莫锦，不得无礼。姑娘可能不知道，我是未来的太子妃，实在不是姑娘可以污蔑的人。姑娘若是将银子花在了别处，再买了张假符回去，骗家中长辈，谁又知晓呢？你太子妃，倩倩不得无礼。唐娇娇，你知道我有的是法子让你说实话吗？这是真言符，可以让人说真话。是不是你卖的符，一试便知。唐娇娇心虚的后退了2步。无需浪费阿锦的符。王爷每次来的这样及时，一张符而已，倒也不费什么事，我随时可以画。高峰，把东西还给他。是，周姑娘，这钱袋子可是你的？啊，是我的，银子居然还在，多谢王爷。姨母，你看，我确实拿银子买了符纸的。这银子是唐小姐拿来小店里买了一对红宝石石榴钗，正好是120两，姑娘可以钦点一下。我花银子买对钗子，有何不妥？哈，你买钗子，连人家的荷包都舍不得丢。未来太子妃真的卖假符骗人啊？什么骗人？分明就是骗钱呐！听闻，这位未来的太子妃，虽然只是侯府的养女，但教养是极好的，看来传闻不实啊。哎呦，唐姑娘的符纸啊，我买了，是真的。没想到另一位唐姑娘居然卖假符纸骗钱，这未来太子妃也成得太不像话了。对不起，三小姐，符纸是奴婢卖出去的，与我家小姐无关。莫锦，竟然是你
难怪你说你挣了100多两银子，要送我支差当新婚贺礼。我还纳闷，你从哪儿赚来的这么多银子？你糊涂啊？小姐待奴婢一直极好，奴婢太想为小姐做些什么了。你实在不该诓人。姑娘，对不住，是我这丫鬟不懂事，我代他乡姑娘赔不是，这支差就送给姑娘，就当是我的赔罪。你不要脸！姑娘生气也是应当的，这差还请姑娘收下，否则我实在是过意不去，回去我也会好好责罚穆景的。拿开，别碰我，谁稀罕你的差？姑娘，若实在不解气，不如打我2下解解气吧。你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？看来19王爷带来的荷包真相不如他的真言符好使啊。倩倩，不要再说了，既然是一场误会，银子也还了回来，此事就接过去吧。太子妃的丫鬟以后莫要再害人才好。夫人说的是，务必好好管教身边的人。说完，他就要带着穆锦离开。卖假肤质欺诈他人，损害阿锦名誉，还没赔偿就想走了。高峰，把人带去亲戚营。小姐救我！王爷想要什么赔偿？白银3000两，以儆效尤。他上哪儿去找3000两银子？你刚不是说你和他亲如姐妹吗？他因你受罚，你莫不是不管他死活？我没有那么多银子。你不是未来的太子妃吗？你没有，太子有。你说太子愿不愿意花3000两保他的太子妃？再不济，你还可以找唐家。镇南侯为你抛妻弃女，这点银子自然舍得。带下去，唐娇娇什么时候拿银子赎人，什么时候放人。3天内不赎人，便将尸体送回唐家，还给他。不，小姐救我！唐姑娘，求你救救我女儿吧，我给你磕头了。是我的错，我不该不问清楚便来寻事，我给唐姑娘赔罪，求姑娘救一救我的蓉蓉吧，我求你了。唐姑娘道法高深，就救救她女儿吧。是啊，不是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吗？唐姑娘就帮一帮她吧，她也怪可怜的。世人多愚昧，且摇摆不定。你女儿答应了人家，连累人家殒命，自己却失信于人，这里面也有你们的责任。唐姑娘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哪能眼睁睁的看着她往火坑里跳啊？蓉蓉不懂事儿，是那人花言巧语的欺骗了她，她的死实在与我们家扯不上关系呢。试问哪个母亲会让女儿跟一个……你们回去吧，明日我会去唐孙家，不为孙荣，而是送那戏子去投胎。姨母，唐姑娘答应了。太好了，蓉蓉有救了。唐姑娘，你终于来了，那鬼又来了，你快看看蓉蓉，她像是没气儿了。不必怪我，她离魂了，魂魄离体超过3天，确实快咽气了。我的蓉蓉，早知道娘就不反对你们了，只要你好好的，娘什么都答应你还不成吗？唐姑娘，求你救救她吧，你道法这样高，定能将她的魂魄找回来吧。唐诗锦抬手，指尖祭出一张符箓，融入孙荣眉心。我给她用了安魂符，依她这种状况，3个时辰内找回魂魄，或可无事。3个时辰？可我们要去哪儿去找蓉蓉的魂魄呢？她的魂魄还在孙家。唐姑娘，求你出手相救，你要多少报酬我都答应，哪怕是要我倾家荡产我也愿意。好说，贵妇有阴气，若不清除干净，时间长了，轻则影响你们的运势，重则影响你们的寿数。我一并帮你们清理了吧。好，有劳唐姑娘了。那戏子是不是真的在孙家？在，你女儿正跟他在一起呢。我就知道，那戏子就是不肯放过蓉蓉。从你女儿的面相来看，她命中注定会有此一劫。倒霉的是那戏子，以为两情相悦，结果却只有自己丧了命。唐姑娘说的是，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处，不该瞧不起那戏子的出身，连累我女儿。如今只求她能放过我女儿。忽然隐约传来咿咿呀呀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唱曲儿。他来了，他又来了！唐姑娘，拜托你将蓉蓉的魂魄救回来呀！你女儿虽失信于人，却也并非十恶不赦。我既来了，便是她的造化，说明她命不该绝。唐诗锦话音一落，人就消失了。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，受风霜劳碌，年复年年。恨只恨无道秦把生灵涂炭，只害得众百姓困苦颠连。你还我蓉蓉！不要吵，唱得不错。我虽不懂戏，但也知道戏已开腔，八方来听。戏没唱完，不得叫停的规矩。姑娘，是你呀？我记得你。
当日在台上，他画着浓墨重彩的脸谱，他并未看见他的真容，否则或许他能看出他的劫，免他一死。但他既死了，也说明他命该如此。唉，你生前并未作恶，死后应该去冥府投胎。你与孙荣只是一场露水情缘罢了，你不应在阳间逗留。当日也是姑娘许我唱完了一出戏，姑娘虽不懂这一行的规矩，但姑娘却是第一个尊重我的。我因露水情缘而丧命，不甘心就此离去罢了。他来孙家唱戏，意外见到了孙家小姐。他同唐世锦一样，没有瞧不起他，反而说很喜欢他唱戏。可他终究卑贱，与孙家小姐情投意合，是他高攀了。孙母反对也是人之常情，只是他殉情了，孙荣却退缩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没有名字，我是邻人，他们都叫我于莲，供人赏乐。于莲，很好听，你不必妄自菲薄，你的戏很好听。若你肯去投胎，没准能投在一个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绝大多数都是人人平等的国度。在那里，你可以安心学唱戏，不会有人轻视你，更不会有人轻贱你的戏。姑娘说的莫不是世外仙国？我这样卑贱的人，又哪里能去到那样的好地方呢？那确实是个好地方。你不想唱戏了吗？我想。那就去投胎。我不会说谎，也没必要骗你。这一世太苦，下一世只要你肯努力，必将能迎来你的甜。将来的戏曲是瑰宝，你与孙荣已是人鬼殊途，所以莫要再纠缠了，对你对他都没有好处。孙母惊呆了，不敢置信地看着唐世锦，心道他这是在忽悠鬼吗？戏子将来会是瑰宝？怎么可能？渐渐的，于莲身上的怨气又消散了些。放下不甘和怨气吧，我送你去冥府。于莲看了眼孙荣的魂魄，又看了看凉亭外的孙母，纠结片刻后，她释然了，嘴里吐出最后一口怨气。多谢姑娘渡我。唐世锦抬手掐了个手印，他面前便出现了一条幽绿色的路。去吧。于莲转身飘进了明道。唐姑娘，那戏子……哦，我已经把她送走了。那我蓉蓉……你女儿在我手里呢。就这么就把蓉蓉的魂魄抓到了。唐世锦转身回了孙荣房间，摊开手祭出一张符箓，将魂魄拍回了肉身里。你做什么打我？你女儿没事了。蓉蓉，你醒了。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娘以后再也不逼迫你了。娘，于莲她……于莲已经去投胎了，你放心，她不会再缠着你了。今后你若还是喜欢戏子，娘也不拦着你了。只要女儿能好好的，下九流就下九流，只求蓉蓉别再做傻事，她是真的承受不住了。娘，对不起。你们母女叙旧的话，可以稍后再说，先把账结了。不知道唐姑娘要多少银子？5000两。5000两，这么多？我记得你是唐姑娘，救了镇上失踪女子的大师。现在我还救了你。可这5000两是不是太多了？你救了那么多女子，赏银也才3000两，为什么到我这儿就多了2000两？第一，他们不是阴魂作祟；第二，他们没有魂魄离体；第三，你觉得你的命不值5000两？值的。唐姑娘莫怪，蓉蓉她就是心直口快了些。5000两，我愿意给。于莲她真的去投胎了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想，我没想害死她的，我害怕。你背上了因果，此生都会姻缘不顺。唐姑娘有没有办法帮蓉蓉？我帮不了她，这是她的孽。